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您手上的山寨币和以太币是不是跌得惨不忍睹？您可能以为这只是暂时的市场波动，然而摩根大通最新的流周性研报却揭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一场合并市值高达 3.5 兆美元的超级资金海啸正在美股酝酿，并且悄悄抽钱整个加密市场的救命钱。这绝非危言耸听。据摩根大通分析师发布的全球市场策略报告指出，全球科技与人工智慧领域的三大未上市巨头，也就是太空霸主 SpaceX 以及人工智慧先驱 OpenAI 和 Anthropic， 即将迎来历史性的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IPO。 据摩根大通团队最新估算，这三家超级巨头在私募市场的合并市值高达3050亿美元。如果加上上市后的溢价与二级市场乘数效应，华瑞认为这三家公司的合并影响力将轻松突破 3.5 兆美元。这意味着什么？这代表美股即将迎来有史以来最猛烈的资金重新分配。我们必须深入理解这个过程是怎么运作的。据摩根大通团队深入测算显示，一旦这三家巨头完成上市，且其法定的股票锁定期，也就是 lockup 期，在2026年上半年结束，这将在市场上释放出巨大的自由流通股规模。一般来说，新股上市时，大股东和员工手上的股票都会有大约180天的锁定期，这段时间是不能卖的。这就导致在刚上市时，这家公司的自由流通股占比其实非常低。而追踪标普500或纳斯达克100的指数基金，他们在决定要买多少股票时，看的是自由流通市值，而不是总市值。因此，据摩根大通分析师预估，一旦锁定期满，指数编制机构将会启动机械式的重新分类。这个动作并不是因为内部人想要恶意抛售股票，而是一个单纯的指数权重重新计算。但就是这个看似枯燥的技术性调整，据摩根大通团队预估，将引发全球被动资金高达4100亿美元的强制性买盘。请注意，这4100亿美元是追踪大盘指数的 ETF 和共同基金必须买入的刚性需求。那么，如此庞大的被动资金买盘，究竟要由谁来提供筹码？据摩根大通报告分析，这笔巨额资金将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来满足。第一，是这些巨头公司自身释放先前所回购的库藏股；第二，则是早期的非战略性投资人，例如创投基金 VC 或者是天使投资人，在锁定期满后将手上的持股卖给这些被动指数基金。因此，据摩根大通分析，这个过程并不会造成市场预期的内部人恶意抛售，而是一次非常健康的股权结构转移。然而，在指数层面上，这场资金大风吹将会带来颠覆性的影响。据摩根大通团队评估，当这三大巨头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或者是标普500指数之后，他们所占据的高额权重必然会挤压到现有的指数成分股。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美股市场上最庞大的科技7巨头，也就是 Mag7， 包括苹果、微软、辉达、亚马逊、Google、Meta 以及特斯拉。他们在指数中的权重占比都将面临机械式的稀释。不过，据摩根大通研报补充说明，这并不意味着被动基金会立刻大量抛售现有的科技巨头，因为从过去几年的数据来看，流入被动基金的增量资金依然非常强劲。被动基金更可能透过调整新增资金的配置比例，来逐步完成指数权重的动态重新平衡。也就是说，新进来的资金会优先分给这些新上市的 AI 与科技巨头，而分给 Mag7 的比例就会减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非常关键的数据与趋势。据摩根大通报告统计， SpaceX 的私募估值已经达到1750亿美元， OpenAI 的最新估值也高达1000亿美元，而 Anthropic 则是达到300亿美元。这三家公司在各自领域都拥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华瑞认为，这三家巨头合并后的估值已经超越了大多数国家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值得注意的是，纳斯达克指数对于这类超级独角兽设有高达15天的快速纳入规则。这意味着一旦成功上市，被动资金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调动数千亿美元进行买入。华瑞认为，这种被称为3倍权重放大的机械式买盘将在美股市场掀起狂风暴雨。与此同时，实体 AI 晶片巨头 Cerebras 在美股 IPO 首日的惊人表现，其上涨幅度高达 50% 以上。
这更是直接验证了市场对于有实际营收、有财报支持的 AI 实体资产有着多么饥渴的资金需求。那么，这场美股的超级 IPO 盛宴是如何变成加密货币市场的致命黑洞呢？华瑞认为，全球金融市场的总流动性在特定时期内其实是一个相对固定的水池。当美股市场出现了像 SpaceX 或 OpenAI 这种具有强大护城河、真实现金流以及全球监管支持的实体巨头时，原本停留在加密货币市场追逐高风险回报的高风险游资必然会发生剧烈的方向转移。摩根大通认为，在过去几年，投资人之所以愿意承担极高风险去买入以太币或各种山寨币，是因为在传统市场找不到足够性感的高成长标的。然而，当 OpenAI 这种能改变人类生产力范式的科技巨无霸提供了一个合规、安全且有着清晰财报和实体产品的投资管道时，资金的机会成本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相较于大部分缺乏实质基本面、主要依靠空气和叙事支撑的山寨币，美股 AI 巨头具有无法比拟的抗风险能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近期，虽然比特币仍勉强维持高位，但以太币以及其余山寨币却出现了资金流出高达 30% 至 50% 的溃败现象。华瑞认为，这并非加密技术本身适配，而是全球资金正在经历一场向优质实体资产回归的流动性大重置。当然，这场史诗级的资本挪移也并非毫无风险。据摩根大通研报警示，尽管预期被动买盘高达4100亿美元，但这一切都建立在 IPO 能顺利进行且锁定期满后市股渠道顺畅的前提之下。如果美股出现系统性崩溃，或是监管机构对于 AI 巨头的反垄断审查意外收紧，都可能导致 IPO 进程延后，进而使这笔预期的庞大买盘出现递延或缩水。此外，据摩根大通分析， Mag7 的权重被稀释，虽然在长期是必然趋势，但短期内被动基金的资金流入速度如果放缓，仍不排除会对市场大盘造成短暂的流动性冲击。投资人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做好风险控管，切勿过度杠杆。华瑞认为，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全球资本定价权的历史转折点，未来的科技投资将不再是单纯的炒作预期，而是全面转向对实体生产力、对基础设施控制权的实力比拼。面对这场高达 3.5 兆美元的资金流动性风暴，投资人应逐步降低对缺乏基本面、仅靠概念支撑的高风险山寨费的配置比例，将资金重新聚焦在美股具有核心晶片制造能力、大型语言模型专利，以及如星链这般拥有全球实体基础设施的真正 AI 龙头，才是能在这场流动性大洗牌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核心智慧。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